그럼 마지막으로 칭화대 교수이신 치우유한 교수님을 모시겠습니다. 교수님 앞으로 나와주십시오. 好，我也是首先要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对我的邀请。那么其实我并不是研究国际贸易的专家，那么给我放到这个panel 里面呢，所以我想这是这样，我想利用这15分钟时间啊，前一半时间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 TPP 这个问题的一个粗浅的看法。那后一半时间呢，我想谈一下，就是如何看待重庆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想在座的韩国朋友也很关心，因为两天前那个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对这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对大家思考中国下一步怎么发展，也应该是我相信是在座的各位很关心的。而这个问题其实和那个 TPP 这些问题啊也是有联系的，并不是所以并不是我生硬的加起来。我首先想说的呢，就是刚才那个刘瑞教授说的很好，就是这个 TPP 的问题是和 WTO 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啊，我曾经在中国的一个杂志叫做《经济学消息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加入 WTO 不是当务之急》。就当时呢是在1999年，我说呢不是当务之急，我并不是反对中国加入 WTO， 而我是说呢不是当务之急，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要做出巨大的谈判中的牺牲，仅仅为了加入。当时我的一个理由是说，因为当时中国是支持加入 WTO 的最主要的一个论述是说，加入 WTO 以后就不需要每年啊再在美国国会来每年审一次是否授予中国的那个最惠国的待遇。那么我当时呢就说呢，实际上根据美国的法律，特别是叫做 Jackson-Vanik 法，这 Jackson-Vanik 是1974年美国对美国贸易法的一个 amendment 一个修正。这个法就说呢，凡是对共产党国家在移民政策上啊没有自由移民的，它实际上特别针对苏联对犹太人，苏联犹太人移到以色列的这个控制的话，就不得授予最惠国待遇。如果授予的话，就每年都要 review， 每年有 review 一次。那么根据美国的宪法，它是国内法永远高于国际法。就是它即使所以我当时我论述说，即使中国加入 WTO， 只要这个Jackson-Vanik 法案1974年的贸易法的修正没有被取消的话，那么即使中国加入 WTO， 它仍然要每年根据美国的法律要授予 WTO 的这个审。那么后来呢？但是中国加入以后啊，我很高兴的后来在一个场合知道，就是美国在对中国做出了特殊。就中国加入 WTO 以后，就没有每年的审，而这个 Jackson 法案是在去年，就2012年12月份，这个Jackson-Vanik 法案才被正式取消。那么这个当然是和俄罗斯在2012年，就去年8月份正式加入 WTO 以后，在这个之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工作，而且因为这个法案针对的是前苏联对犹太移民的限制，那么。但是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法案仍然生效的时候特殊呢？这个后来有一次一个小型的会议的时候，当时那个张玉岭教授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那个以前的中国 WTO 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也参加这个会。龙永图在这个会上他说呢，这个当时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就是说实际上在1999年，美国他说他是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个误炸以后啊，美国想和中国恢复修好关系，那么当时江泽民主席说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是你们严重的损害了中国利益。他说，唯一要想和中国恢复关系的话，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在 WTO 中国加入以后，要对中国取消这个 Jackson-Vanik 法案的适用。这是他给根据龙永图的说法，是江泽民给克林顿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明确提出了这一点。那么这才导致就是说，加入 WTO 以后，这个法案只对中国不适用啊，使中国不用每年在每年都谈就是它最惠国待遇，每年都要谈，就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那么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对中国来说。那么我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谈这个意思是说，在这个特别是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它的政治性非常强。那么和此非常有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大家知道 Joseph Stiglitz， 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他的一本书叫《Roaring Nineties》这本书的序言里边，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的时候，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签订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整个草案都谈好了，因为 Stiglitz 当时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呢，最后几秒钟的时候，他们那天晚上都回家了。哎，他在那个最后那个文本里边被几个人受到利益集团影响的几个律师加入了对知识产权的一些内容，因为斯蒂格利兹的观点和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说国际贸易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主要是研究国际贸易著名，和他的学生一个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巴格瓦提，他们都认为呢，自由贸易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的美国主导的贸易谈判已经不是关于贸易的谈判了，它主要的内容是关于非贸易。比如说，刚才斯蒂格利兹说的，他们本来北美自由贸易谈好，他临时那天晚上，被加入了关于知识产权内容。但知识产权，它的知识产权那个内容，它不是贸易。那么后来当然后来他们发明一个词叫 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TRIPS），但是巴格瓦提。这个著名的国际贸易学家，他一直是反对，直到现在，他坚决反对这种所谓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还有很多刚才刘教授讲的关于，比如说国有企业、国内很多内部的制度安排，这些都不是自由贸易的内容，也不是经济学理论能够 justify 能够证明自由贸易能够带来整个效率的改进的。那么它不在这个内容之内，所以这个 TPP 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政治性内容。所以我倒是觉得，因为中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呢，就如果根据巴格瓦提的观点，就这种区域性的 preferential trade， 这个 area， 这 preferential trade area 本身是完全违背 WTO 的原则的。那么但是既然 WTO 本身呢也有一些问题，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开始谈了，比如中国和韩国已经谈，那我倒是建议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好的表率作用，比如说在真正把这个谈判用于关于促进自由贸易上，比如说在非关税壁垒，甚至包括原产地规则，这些都可以做出更重要的探索。但是要把那些非贸易的，实际上是把一些干涉别国内政的那些制度性的内容呢，我们其实可以在中韩贸易谈判当中做出一个对全世界其他的贸易谈判特别是双边的这种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有一个示范作用的这样一个谈判啊，当然我是个人的一个希望。那么这是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就是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在前天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后，这个大家可能很关心，就中国这个发展会怎么样。那么我想说的呢是不能够把重庆的发展和实验一系列的政策实验和薄熙来个人等同，因为重庆呢，它是在2007年6月份被国务院，就中国的中央政府确定为唯一的一个中国省一级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大家知道，中国改革的一个最大特色，它就是说，先从不同的试验区，1980年代先从深圳作为一个试验区，那么1990年呢，作为上海的浦东，作为实际上也是一个试验区。那么深圳和浦东这个试验区，它主要都是为了对外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沿海的试验区。那么2007年6月份，国务院批准的重庆，作为一个全国唯一的省一级统筹城乡试验区，它是唯一的一个在中国内陆地区，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扩大中国的内需而进行政策制度的试验。而这个是在薄熙来去之前，薄熙来是2007年底去的重庆，他在2008年初才正式开始工作。那么大家知道，今天上午林毅夫教授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都已经讲，在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的三中全会上，18届三中全会上，将有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出台，但其中特别重要是中国增长潜力的关键的是城镇化的政策。而城镇化恰恰是重庆从2007年以来作为全国唯一省一级的统筹城乡试验区，那么它的有3项
互补的一个政策，我把它叫做一个 policy package。这个3个政策互补，形成了统筹城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在18届3中全会当中呢，将会获得更大的意义。所以它不会因为薄熙来这个个人的事件而影响到重庆统筹城乡的一些重大的措施。这个3个是什么？我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因为重庆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0万农民工获得了城市户口。那么这是一项有巨大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将向在18届3中全会向全国鼓励和进一步推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因为大家知道户口这个问题，它不是一张纸，如果仅仅是一个 piece of paper， 只是一张纸的话，那很容易就印一下就完了。但是它是用户口，它和它attached to the piece of paper 和它的 attached 的，它是5项权利，是个 five entitlements。有 five entitlements 什么呢？因为你有了户口以后，你就有子女的受教育权，比如农民工的子女，他就不需要，要交额外的钱，很多的钱才能在城里上学。那么他有医疗、有养老、有失业，等这个5项权利，在重庆他们通俗的说法叫5件衣服 ，five clothes wearing five clothes。那么这5项权利呢？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的内需能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为在农民他自己，比如说自己种粮食自己吃，他就不需要有很大的产生不了市场的多少市场需求。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前它主要的拉动力就是说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今天上午很多学者都讲了，因为这个出口的下滑，那么扩大内需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城镇化，而城镇化的关键是这个户籍制度改革。那么我刚才说，重庆这个是全国最大规模，以及380万农民工得到了户籍。那么它配套的另外2项制度呢？因为这个钱从哪儿来？这个380万户籍制度，它钱从什么地方 ？How to finance 这个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就是这个户籍改如何 finance？ 那么这就涉及到重庆的作为统筹城乡试验区，在全国唯一的有的一个叫做它有一个土地交易所。这个土地交易所，它不是说交易土地本身，而是交易所谓的地票，叫 land certificate。什么叫 land certificate 呢？我觉得用一个比喻可以说明，比如就是相当于欧洲的那个 emission trading、emission quota。因为在这个欧洲呢，2005年以后，就一个企业它得到一个 quota，how much 就 how many tons of CO2， 这个你 CO2 你有权利排放多少。但是如果你经过技术革新，这个革新可以是你在其他的国家做的，总而你减少了你的这个排放量，比如说你节省了10吨的 CO2， 你就可以把这个10吨这个指标，去在这个碳交易中心，在伦敦现在在伦敦股票交易所里边专门有这个emission trading， 在2005年以后，那么中国这个一样，因为这个重庆的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农民它能够节省了耕地，因为中国的耕地它有一个指标，它必要保证中国耕地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不能减少。它这是一个中国基本国策，为了粮食安全，耕地不能减少到18亿亩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就是说，如果农民，因为农民虽然他住的条件不好，但是他住的很宽，比城里的人要宽得多，那么供水供电都很不方便。如果他们在重庆经过集体的协商同意。比如他们集中居住在楼房里面，他们节省出来的原来的住宅呢，他就把它 converted back 转回到可耕地，这样他就节约了耕地。节约了耕地，它不是卖耕地本身，而是卖耕地这个指标，这 certificate 它节约，比如说节约了2亩，它就变成有2亩的 certificate， 它就可以在重庆地票交易所拍卖。那么这个地票就现在市场价格是1亩地的地票，它这个地票可以得到20万元平均的人民币。那么这个呢，对一个在农民工，他已经在城市里面，他本来就已经住在城市，那么他在很多年，但他在家乡里，他经过他的居住的这个重整，可以节约出地票，这将近20元的话，他就可以把他的子女、父母都带到城市，他在城市里面就可以买他的因为买那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包括养老保险，都是要个人也要出一部分的。那么这个20万呢？比如说1亩20万，那它是它的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
一个收入，对他在城市里安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不是第二，最后我说它第三点呢，就是说中国就重庆它是大规模的实现了这个公租房。公租房呢，它就是 public rental housing， 或者英国叫做 social housing。它不是中国原来有这种廉租房啊，廉租房是只对中国极端贫困的人口，一个城市1%到3%，他们是说呢，这些人呢，比如说是残疾人或者长期失业，就是他能力非常差，但这种人只在3%，那种廉租房是很少的。但重庆的公租房，它不是针对这种极端贫困的人群，而是针对的中国所谓叫做夹心层。夹心层就是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他们并不是极端贫困，他们是有他们的挣收入的能力，但这个能力不是很就是他买商品房还是很困难。那么，所以他的目标是建成20%到30%的居民要住在公租房里边，这个规模非常大。那么这个在李克强在担任副总理的时候，他就非常支持这个。就当时《人民日报》就专门发表了重庆率先大规模建公租房的经验。李克强当时作为副总理，召开全国在天津召开全国现场会，来请重庆的人来介绍大规模建公租房的经验。那么农民工，比如说富士康，在深圳2年前有跳楼的，那么有10多个人跳楼，他是非常压抑。但是富士康在重庆，他为什么就没跳楼呢？因为在深圳，他是富士康的工人也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里面，他的生活和工作是不分开的，所以他精神很压抑。但是在重庆的他的工人，他是上班在工厂，但是他回家他住在公租房里，他有另外一个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这样使他的精神的健康是很重要。那么这个公租房的1/3现在是农民工所居住，包括刚毕业大学生，这大学生创业，他可以就是先住在公租房里面，公租房在5年以后可以按成本价来买，这也是解决公租房投资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三个要点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与它配套的土地交易所，特别是地票交易，和与它配套的公租房政策，这3项政策，我认为在今年11月份的18届3中全会当中，当然不一定直接出现这个重庆的词，但是这个精神是会得到更大的推广。那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方的实验，鼓励的地方的实验，在取得了它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后，再形成全国性的政策呢。我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薄熙来这次但这个人事件，我认为非常复杂，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判决。但不管这是怎么样，就重庆的实验仍然会有意义，而且我认为会有更加大的意义。那么这个和我刚才我说的这个 TPP 这些东西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和美国谈判，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经济完全主要是靠出口来导向的，那我们谈判的力量、谈判的 bargaining power 我们就不足，因为我们觉得有求于它太多。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重庆这样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把内需真正搞起来了，我们在外贸方面的谈判的那个底气也会更足，也会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正常的扩大贸易，但同时呢又不会做过多的政治性的让步来就是说我刚才特别强调的，从詹姆斯密的、巴格瓦提、斯蒂格利兹他们都强调的，现在美国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它的自由贸易谈判已经不是关于贸易，而是关于别的东西。好，谢谢大家。